能感受到吗？哇，这个立体效果真的很赞，真的很赞。苹果刚刚更新了 iOS 26啊，从今年开始呢，苹果所有的系统都改名统一以年份为命名啊，因为这套系统一直会延续到26年，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讲 iOS 26。那么我们首先从锁屏界面给大家讲起啊，今年呢，苹果应该是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 Liquid Glass， 也就是说液态玻璃。我们先从这个密码界面能看出来吗？它就已经有一定的这种玻璃质感的效果了。我们现在输入密码，这一次呢，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它在很多设计上都采用了液态玻璃的设计元素。比如说，我现在拿出我之前的手机给大家对比几个图标啊，相机这个变化很大，从之前的一个简单的 UI 图像变成了现在有镜头这种光线。很多用户看完这次系统更新之后说又回到了拟物时代，这个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扁平化的设计，但是每个图标中都加入了类似于玻璃一样的反光质感。你能看到相册应用它的边缘啊是具有这个像玻璃一样的反光的，大家感受一下这两个不同的相册应用的质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邮件应用，它其实并没有说变得拟物，它只是在每个图标上都增加了这种玻璃反光的质感。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全新不同界面下的各种效果啊。首先我们看一下控制中心，能看到吗？它的这个图案啊其实要变得更加的简单了。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好像是更降低了对比度，就好像一个一个图标浮现在这个界面上。注意啊，这不是毛玻璃，这个叫做液态玻璃。如何去体现这个液态质感呢？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比如说我现在下方这个通讯录，然后我向右滑动，你看能看到它有一个类似于透镜一样的放大效果吗？当我滑动过来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当我滑动回去就变成这样。当然你如果来回的快速点击呢，它这个动画效果会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如果当我放慢节奏，这就是所谓的液态玻璃。苹果在自己的一个官方演示视频中啊，给大家展现了这个玻璃的原型，就是在真实世界中你是能找到对应型号的。它有一点像透镜，就是边缘是弧面的，所以在过渡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放大和扭曲的效果。比如说我进入到照片应用当中，左下角这时候就有这种看到了吗？像透镜一样的效果。这次苹果也是听到了大家的呼声啊，在图库旁边增加了精选集，也就是说这边是快速的一个照片，然后这边呢就是大家收藏的各种相册，你可以有自己的回忆相册，可以有自己的精选相册。然后再给大家体现一下这个液态的效果，你看当我去滑动这个屏幕的时候，底下这个菜单栏它是有变化的吗？大家注意这个位置啊，就是当我去滑动下方的照片的时候，能看到这个变化吗？这个色彩的变化以及这个图形的变化，这个两个按钮啊是悬浮于这个界面之上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全新的相机界面。相机界面这次呢，它也是做了非常的简化，对不对？我给大家对比一下现在的相机界面是长什么样子。我现在这个没开超前取景框，所以说它上下是黑色的。但是你看，它是可以同时看到这么多图标的。而对于iOS 26来说，你同时最多只能看到两个图标。我的理解啊，苹果应该是为了减少用户视觉上的干扰，但是在日常使用中是否会给用户造成想找功能但是找不着的这样一个困惑呢？这个我还得要使用一段时间再来给大家分享。然后当我去点击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些其他的图标就会出现，然后你可以来进行自动的滑动。然后我们看一下左上角这个位置呢，你可以选择是标准的格式还是 RAW 格式，分辨率可以选择2400万像素还是4800万像素。它把这个界面提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等级上。如果我们向上滑动，你看，刚才有一个 bug 啊，卡得比较慢。这里我们依然可以选择风格啊，这是之前就有的。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界面，这个界面中的下滑菜单现在以这样一个形式来呈现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视频的界面，把这些文字啊全统一压缩到了下方，让这个视频画面变得更加突出，或者说更加内容没有遮挡。然后在锁屏界面啊，如果我们长按这个屏幕，我们进入编辑，进入自定义，它现在下方呢增加了一个透明色的这样一个选项。比如说我现在选择，你会发现所有的图标全变得透明了，能看到吗？就是只有文字图标这个位置是遮挡的，整个图标全变得透明了，能看到吗？ B 站它已经做了适配了，背景是可以透明的，然后只有文字这个位置
是遮挡的。那么说完了系统界面的改变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壁纸啊。比如说我现在随便选取一张我们出去玩的照片作为壁纸，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啊，就是支持把这张照片3D 化。当我点击这个按钮，大家看，他说正在生成空间场景。哎，你看到了吗？当我摇晃这款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这种3D 化景深的效果了？哇，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趣。然后呢，你可以自由去设置这个时间的高低，比如说我可以设置到这么高，选添加。哎，看到了吗？这是我们在优胜美地拍摄的照片，然后左右摇晃手机，这是一张原本普通的照片，通过空间运算生成的3D 效果，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小组件呢，之前一直是在时间这个位置，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放置在这里，比如说我现在设置就几个天气信息吧，小组件现在都在下方展示，然后把中间壁纸这个位置给你空格出来。另外这次还有一个改变啊，是在设置当中，就是在全天候显示屏当中，这里有一个模糊处理强制，也就是说它现在默认设置的情况是，如果我们在锁定屏幕下，哎，你看到了吗？它这个壁纸啊，虽然还是全天候显示，但是是以模糊状态而呈现的，只有屏幕上的一些核心信息啊，这里有个小 bug， 对吧？有点遮挡了，只有屏幕上的核心信息，它会以比较突出的文字来显示。对于这个模糊化处理，我认为就是很好的能保护你照片的隐私。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放在桌面上，那如果这个壁纸是你的家人啊、爱人啊，可能其他同事、朋友就会很容易看到。那模糊化之后，就日常你的信息依然不受遮挡。另外在功能上，一些涉及到 Apple 智能的功能，我现在这款手机因为是一个国行版本啊，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我现在先展示一些可以演示的。好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截图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就随便进入一个网页，然后我们选择截图，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位置，然后下方看这个位置了吗？我如果点击，它会自动分析这个网页上所有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如果选择翻译，哎，它就直接把英文或者说不同的语言翻译成了你自己系统使用的语言。有一个网址，它检测到这上面有网址，如果我们点击就直接跳转到苹果官网了。它因为检测到了22点这个时间信息，我看看这22点这时间信息在哪儿出来的。我们如果点击这个，会直接增加一个个人的日程选项。目前国行版本，比如说明天晚上8点去吃南门涮肉，它现在呢已经可以去调取时间了。南门涮肉这个信息并没有出现，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能够理解它最终想达到的目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第一个版本，国行版本还不支持直接去生成一个提取信息或者说一个新的日历选项。而对于海外版本，如果你截图，那么它是直接可以调用谷歌搜索，直接帮你搜索到这个物品可以从哪个网站、哪个购买渠道买到，有点像淘宝现在的识图购买。我推测这个到时候国行苹果应该和哪个渠道平台商来进行合作，看看是京东啊还是淘宝啊。另外在系统功能上也有几个更新，我给大家快速过一下。首先 iOS 26在电话应用、信息应用和 FaceTime 应用这3个应用当中呢，支持实时翻译了。这个实时翻译呢是完全本地端的，完全不需要联网。比如说对方给你发送一个韩文或者英文这样的文字信息，它就可以自动实时的转化成你所使用的语言。另外在 FaceTime 过程中，如果对方说了一个你不懂的语言，它也可以直接以字幕的形式去告诉你对方所说的是你的什么语言。Une pincée de vanille et de l'eau de fleur d'oranger à la pâte, c'est ça mon secret。电话过程中呢，比如说你去外国旅行，然后找餐馆预约餐馆，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iPhone 它的本地翻译，把你的语言翻译成对方的语言，然后把对方的语言翻译成你的语言，就实现一个无障碍的沟通。第二个功能呢是电话应用，第一个功能就是如果来的电话是在你的通讯录里没有存的这样一个陌生号码，那么首先 iOS 26它会自动的先去问对方你是谁，然后你有什么事情。当对方回答了这2个事情之后，这个时候你的手机才会响铃，就避免了一些比如说骚扰电话，对不对？骗子电话或者说是卖广告的电话，每次打来对方还是一个录音，对吧？甚至他们都不愿意找一个真人跟你骚扰你，对不对？一个录音，这个时候你如果问
它没有达上，那你的手机直接不会响铃提醒。第二个电话功能呢，则是保持。比如说我们打一些客服电话，然后前面要排队排好长时间，你需要漫长的听音乐呀。iOS 26它是支持一个智能保持，就是它会判断对方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接听你的电话，然后在你的手机进行一个提醒。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待的过程当中，你是完全不需要拿手机的，这个手机就自然而然的放在那儿。第三个 iOS 26的功能呢，其实是 CarPlay。这次 CarPlay 也全新适配了目前 iOS 26这个液态玻璃这样一个 UI 界面设计，变得更加美观，然后通用性也更好。然后另外我看到好像苹果这次把之前的那个 CarPlay 2.0 改名叫做 CarPlay Ultra， 它可以通过 CarPlay 系统去调用更改这个车的空调座椅这些本来是车机体验的那部分。目前这台车好像就只有阿斯顿马丁发了一台车，所以如果大家想体验这个 CarPlay Ultra 的话，那么就可以先简单的买一台阿斯顿马丁然后开一下感受一下我呢就先不体验了。以上这些呢，就是 iOS 26，我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些核心的要点。iOS 上一次更新还是 iOS 7，从当年的拟物变成了现在的扁平。iOS 7到现在一晃就已经12年的时间了，一个轮回那这一套 iOS 26的液态玻璃应该是会影响苹果未来至少10年的一套设计理念，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体验感受其中的细节。我自己的感受现在它的这个液态玻璃在滑动或者一些切换的过程中确实会有一点点造成这个晕的那种效果。所以我估计这套系统呢，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Beta 1版本，第一个版本，它慢慢的也会不断的适配，不断的优化，所以我们也在之后再给大家一些更新的反馈。现在 iOS 26呢，它是支持iPhone 11，也包括 iPhone 11之后的所有iPhone 产品包括 iPhone SE 2。目前我自己体验这款手机，因为它是一个第一个 beta 版本，还是比较容易发热的，所以我不建议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用户，用自己的主力机来进行升级。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用户，可以等到9月份新 iPhone 来到之后，新的系统也会自然的正式版更新。好了，以上呢就是对于 iOS 26的一个快速上手体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了解这套系统。然后在下个视频里呢，再给大家讲一讲 iPadOS 26那个是这次的压轴好戏，有哪些更新。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一会儿就见。